过了60岁，有一件事比养生更重要，也比你的存款更关键。这件事就是立刻跟消耗你能量的人切断联系。如果你不做，所有的养生都是白费，再好的身体都会垮掉，你的运气也会被悄悄偷走。我今天要把这件事彻底讲透，让你明白身边的人是怎样影响你晚年的走向。听明白了，照着去做，你的余生一定会活得通透，活得健康，活得有滋有味。很多人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全靠命理风水或者老天决定，这些固然有道理，但真正决定你晚年状态的，恰恰是你每天接触的人，是你浸泡的那个气场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句话你一定听过，它不是在讲玄学，而是在讲最朴素的真相。你身边围着一群什么样的人，你慢慢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你的气场会被他们同化。你每天见到的人身上带着的是阳气还是阴气，是正念还是怨气，都会直接渗透进你的生命里。如果你一边养生一边跟错的人纠缠，你的精气神就会每天被夺走，你的运气会一路下滑。人到了60岁就是一道分水岭，天道会逼着你做减法，你的阳气已经比不上。年轻的时候，任何一点消耗都伤筋动骨。今天我要和你好好说说，晚年有4种人必须断绝来往，有5件事一定要避开，还有3件养生的事必须去做。你听明白并且照着做，你的晚年会焕然一新。先讲4种必须立刻断绝关系的人。第一种是喜欢攀比的老朋友。人活了几十年，谁都有几个旧相识，退休之后约着见见面聊聊天，本来是一件让人期待的好事。可是你有没有认真体会过，有时候出门前明明心情很轻松，回来之后心里却特别累，甚至发堵发闷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那个聚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是不是也说不太清楚？其实就是因为整场见面从头到尾都在比赛，比谁的孩子赚的钱多，谁的孩子更有出息，谁的退休金更高，谁又换了更大的房子，谁又去国外旅行，谁家的孙子上了名校，谁又买了什么高档保健品。表面上大家是叙旧，骨子里却在互相较劲，空气里全是虚荣的浊气。你一定要警惕，60岁以后，你的精气神是用来养自己的，不是用来跟别人比赛用的。你每见一次这样的朋友，心里就多一层焦虑，多一份不平，多一丝不甘，晚上回来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一直在比较，越想越憋屈，越想越觉得自己这辈子亏了，日子一久，睡眠坏了，胃口差了，血压也上去了，身体怎么可能好？我见过一个退休工程师，他原本性格平和，与世无争，退休之后一帮老同学每个月都要聚餐，每次回来他都要失眠2-3天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。他后来跟我说，那个圈子里有一个同学特别爱显摆，每次都说自己最近又去哪里玩了，又换了什么新车，说的眉飞色舞，天花乱坠。他坐在那里听着，心里就开始翻腾，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怎么跟人家比差这么远？可是他为了面子又不好意思不去，怕别人说他清高不合群。我就问他，你既然这么难受，为什么还要去？这种聚会带给你的到底是什么？他说不去怕没面子，去了又痛苦。我说这就是典型的面子问题，面子能值几个钱，你的身体又值多少钱？你要想清楚一件事，特别喜欢炫耀的人，往往自己活得并不真正快乐，他的内心根本不踏实，才需要通过别人的羡慕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跟这样的人过多来往，你只会被带入焦虑的漩涡，你的心神会被搅得一刻不宁。孔子说过，有益的朋友有3种，有直有，量有多闻，正直的、诚信的、见闻广博的，这才是值得交往的人。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一起安安静静喝杯茶，聊聊花草，聊聊天气，让彼此心里都感到踏实的那种。道家有一句话叫知足者富，你退休了，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身体大致还过得去，家中平平安安，就已经应该感到富足了。攀比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永远有人比你更强，永远有人比你更有钱。把心思收回来，放在自己身上，好好感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，这才是60岁以后该有的清醒。后来那位工程师慢慢减少了那些无谓的聚会，只留下2-3个真正谈得来的老朋友，他们一起喝杯清茶，聊聊各自种的花，说说养生心得，而回忆一下年轻时的趣事，气氛特别舒服。他整个人的状态很快就好了很多，脸色红润了，睡眠也安稳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以前参加那种攀比式的聚会，回来总要难受好几天，现在跟老朋友聊完天，心里特别安稳，晚上沾枕头就能睡着。60岁以后的人际关系，质量绝对比数量重要，心安绝对比热闹重要。你要把那些让你焦虑的人请出你的生活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是在保护你自己的精气神。
第二种必须断绝的人是退役不退场的老同事，退休前大家一起拼搏，一起扛过压力，感情确实很深。退休之后本该各自回归平静的家庭生活，有些人偏偏放不下过去的那股劲，天天组织老同事聚会，饭桌上讲的还是当年谁升了职，谁受了委屈，谁的退休待遇比谁高，谁在单位又占了什么便宜。这种聚会表面上热闹，实际上还在延续职场的那股火气，硬生生把竞争的氛围搬到了你的晚年生活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跟老同事聚完餐回来，你总是特别疲惫，甚至心烦气躁，晚上也睡不踏实。很多人以为是自己酒喝多了，或者话说多了累的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种气场跟你现在该有的生活状态完全相冲。在五行里面，职场属于火的能量，充满竞争、拼搏和向外发散。退休之后，你应该回归家庭，回归土的安稳能量，要中正，要敦厚，滋养自己的脾胃和心神。你硬要把那股火气带进退休生活，就一定会扰乱自身的气场，搞得脾胃不和，心神不宁，睡眠自然就出问题。我认识一位从机关退下来的先生，曾经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管着不少人。退休之后，他天天和老同事聚餐，每次回来就失眠心慌，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他跟我说，只有在老同事面前，他才找得到存在感，才觉得自己还有价值，还能找回当年呼风唤雨的感觉。这就是典型的没有从过去的角色里走出来的表现。你已经不是那个位置上的领导了，大家也都回归了普通人的身份，你只有接受这个事实，心才会真正安定。一开始他很抵触，觉得自己当初管着那么多人，现在变成一个普通老头，心理落差太大。我告诉他，你当初管多少人，跟你现在过什么日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去菜市场买菜，那个卖猪肉的老板喊你一声老哥，你和他就是平等的。你能接受这种平等，你的心才能落地。他一开始很难接受，挣扎了很久，后来终于下决心照做。他把那些老同事的聚餐能推就推，每天去菜市场买菜，跟摊贩聊聊天，帮老伴做做饭，下午去公园打打太极，跟几个邻居下下棋。过了2-3个月，他失眠心慌的毛病全都消失了。他后来告诉我，菜市场里的热闹，街坊邻居的闲谈，比什么老同事聚会都让人舒服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退休就是退下来休息，你要把那些消耗时间的虚假应酬通通赶走，把时间留给真正让你舒服的人和事。易经的遁卦讲的就是适时退避，顺势而为，该退的时候就要退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老天爷已经给了你一张退休的令牌，你就该顺着这个方向走，人生完全可以进入下一个更好的阶段。如果你还放不下过去的职场恩怨和虚名，那你就辜负了这段最自由的时光。第三种必须断绝的人是满口抱怨的负能量者，这种人最伤元气，偏偏最不容易被你察觉。他可能是你的某个亲戚，也可能是你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友，甚至对你一直不错，但每次见面就是不停的诉苦，不停的抱怨，抱怨子女不孝顺，抱怨老伴不体贴，抱怨自己身体越来越差，抱怨物价越来越高，抱怨社会风气不好。总之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全世界都欠他的。每次跟你见完面，你就感觉自己像被抽走了一股劲儿，整个人沉甸甸的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甚至心情也跟着变得灰暗。这就是典型的能量被吸走了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你身边的人带着什么气场，长时间熏染，你就一定会被同化。你有没有试过跟某个人聊完天，自己觉得身心俱疲，好像跑了一场马拉松，那就是被对方消耗了阳气。时间一长，你也会变得不开心，也开始爱叹气，爱抱怨，一抱怨心神就散，气血就不畅，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。我见过一位退休女教师，她一辈子与人为善，心地特别软。她有一个好姐妹，两人认识10几年了，感情一直不错。可是这个姐妹退休之后变得特别负面，每次见面都是倒苦水，说来说去都是那些陈年旧事，不是跟媳妇闹矛盾，就是跟老伴怄气。这位老师每次都认认真真的开导，帮对方想办法出主意，耐心的安慰。可是不管他怎么劝，下次见面还是一模一样的抱怨，从来没有任何改变。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也变得低落了，睡眠变差，连出门的兴致都没了。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你的这位朋友根本没想真正解决问题，他只是需要一个情绪垃圾桶，而你每次都善良的接住了，所以你越来越沉重。你可以同情一个人，可以帮助一个人，但绝对不能陪着他一起沉下去。晚年你的阳气是根本绝对不能轻易被别人消耗。这位老师后来慢慢减少了见面的频率，从每周1次改为1-2个月见一次。
一开始他有点愧疚，自己不够义气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好了，心情也开朗了，每天有精神去公园散步，去学画画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回来了。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，你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，你自己都空了，拿什么去照亮别人呢？所以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能量场。对于那些不断散发负能量的人，你要勇敢地保持距离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对自己晚年生活最大的负责。第4种必须断绝的人是旧情未了的前任，这一种最要命，偏偏很多人不当回事儿，觉得都这把年纪了，见一面能怎么样？不就是叙叙旧吗？我告诉你，真的会出大事。人老了，偶尔会想起年轻时爱过的人，心里隐隐约约会有一个念头，想去见一面，想知道对方过得好不好，想知道当年的那段情到底怎么样了。这个念头可以理解，这也许是人之常情，但千万不要付诸行动。心是君主之官，最不能乱，也最经不起扰乱。60岁以后，你的身体应该走向收藏，经不起太大的情绪波动。见一面往往会出现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你发现对方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风度不再，谈吐俗气，你心里那个珍藏了几十年的美好画面突然崩塌，这种失望对心神的冲击非常之大。第2种情况更麻烦，旧情复燃，开始重新联络，结果搅乱了自己原本平静的家庭和心神，惹出一堆难以收场的麻烦。无论哪一种对你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阳气耗散，很可能引发心悸失眠、血压飙升，甚至整个人的运势都跟着乱掉。有些缘分就该留在记忆里那一点点，你不要去打破它。与其冒险去见一面，不如把那份美好好好封存在心里，因为一见了面，那个美好就可能被现实无情打碎。你失去的不只是一段回忆，还有它曾经带给你的那一点点暖意。人到了60岁，往前的日子不算多了，一定要把有限的精神用在真正值得的地方，不要浪费在打破美好回忆上，把那份回忆收好，然后继续过你眼前的日子，这才是最大的智慧。说完这4种必须断绝来往的人，再来讲你一定要避开的5件事。第1件事是放下过去的荣光。退休前你可能是处长，是总经理，是教授，是某个领域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前呼后拥，一呼百应。退休之后，没人再给你端茶倒水，没人再请你指示汇报，出门也没人再叫你过去的头衔，你的心里会空落落的。很多人因此就开始活在以前的荣光里，放不下架子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。在家里也要摆领导派头，跟邻居说话也端着，跟老朋友聊天也要分出个高下，结果没人愿意亲近你，你自己越来越孤僻，最后把身体也憋出毛病。我见过一个退休高管，出门仍然西装革履，说话总要摆出指导的架势，动不动就提当年怎么样，他越是这样，别人越躲着他。他回到家又跟老伴发脾气，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他。后来他把自己逼得快要抑郁了，整天闷在家里，脸色蜡黄。他的问题就在于不肯入俗，不肯接地气。孔子说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个年纪应该活得自在真实。老子也说功成身，退天之道，事情做成了就该退下来，不要贪恋过去的虚名。后来那位高管把所有西装收了起来，换上普通的休闲衣服，不再谈当年自己多么风光。他加入社区做义工，帮腿脚不便的老人跑腿买东西，跟楼下保安也能聊上半天，大家亲切地叫他一声老陈。他说这一生比当年叫他什么总都舒服10000倍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人最值钱的从来不是头衔，而是被别人真心需要的感觉。谦卦是64卦里面唯一一个6爻都吉祥的卦，它讲的就是谦卑，就是放下身段，接地气。你越放下自己，你的气场就越稳，你的运势就越好。那些退休后跑去当义工，帮邻居跑腿，跟菜市场小贩聊天，乐呵呵的老人，你看他们大多活得健康又开心，这绝不是偶然，这是合乎天道的道理。第2件事是不要为儿孙做牛做马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这句话人人都会念，但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几个。很多老人一辈子都在为子女操劳，年轻时供他们上学，帮他们找工作，帮他们买房结婚，老了还要带孙子，甚至把自己的养老钱贴补给子女，把自己的老命都搭进去。你以为这是爱，其实这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你强行插手包办一切，反而违背了天道。道家认为小孩子有纯阳之体，需要经历风雨才能成才，过度保护、过度溺爱其实是害了他们。60岁以后，你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不生病，不拖累子女，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。你把自己身体搞垮了，子女还要分心照顾你。
那才是给他们添了真正的麻烦。你自己活得健康快乐，他们出门工作心里才踏实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放手让他们走自己的路，去闯，去吃苦，去经历，他们才能自己站稳脚跟。我见过太多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，长大了之后一点抗压力都没有，一遇到困难就躲回家，一遇到挫折就直接躺平。这表面上是孩子没出息，根源却是父母当年的过度包办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连老天爷都要自强不息。你把一切都替孩子做了，就夺走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机会。所以60岁以后，最好的爱是放手，把关注点拉回自己身上。第3件事是停止改造老伴儿。老夫妻吵吵闹闹几十年，你总想去改变对方，想让对方按照你的方式来，但一个人的脾气习惯到了60岁早已定型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功夫，而且越改造越伤感情。我见过一对老夫妻，结婚快50年了，天天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，早上谁去买菜，晚上谁洗碗，看电视，看哪个台都能吵得脸红脖子粗。老太太天天抱怨老爷子懒，老爷子天天抱怨老太太啰嗦，最后2个人都得了高血压，情绪一激动就头晕，可是第2天还是照吵不误，天天吵闹，搞得心神不宁，气血不畅，身体怎么可能好？道德经讲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婚姻到老了也是一样，要学会包容，学会不争。60岁以后，不如换个心态，把老伴当成老舍友，互相尊重，互不干涉，和平共处。你去跳广场舞，他去找人下棋钓鱼，你爱吃甜的，他爱吃咸的，互不勉强。生病的时候互相递杯水，互相照应一下，这就足够了。少一点要求，多一点体谅，少一点抱怨，多一点包容，这才是老年婚姻里最大的智慧。第4件事是化解兄弟姊妹的旧怨。兄弟姊妹是一母同胞，一起长大，感情本来是最深的。可是人老了，反而容易因为陈年旧事翻旧账，计较当年父母偏心，谁分的家产多，谁占的便宜多。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如果你一直抓着不放，就会在心里积成一潭死水。从五行来看，计较和怨恨属于水被堵住的象，水堵住了就会形成死水，搞得你气血不通，经络受阻，引发各种疾病。反过来看，如果你心胸宽广，能容人，能放下，水就活了起来，气机通畅，万事都会跟着好转。我见过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，有3个兄弟，年轻时父母确实有过偏心，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事。老了之后，他主动组织家庭聚会，带大家一起短途旅行，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忙。这些当年的恩恩怨怨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常说，比起小时候大家一起在田埂上捉青蛙的日子，那些计较算什么呢？他们兄弟感情维护得特别好，天天互相问候，个个都活得开心，身体也很健康。易经里的太卦讲小往大来，你愿意放下那些小小的恩怨，就能得到大大的福报。你得到的是亲情的陪伴，是身体的健康，是气运的通畅，这笔买卖绝对划算。第5件事是不要过度纠结体检指标，这一点我必须要重点讲，因为太多老人在这个问题上越走越深，也越活越苦。很多人把体检单当成圣旨，血压高了一点就吓到脸色发白，康高了一点点就天天紧张的不行，胆固醇偏高就把所有爱吃的东西全戒掉，整个人活得战战兢兢，苦不堪言。重视健康是对的，但过度的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毒。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指标只是一个暂时的参考，它会随着你的情绪和状态而波动。你越是死死盯着那几个数字，精神就越是紧张，气血就跟着紊乱，原本没有大问题的身体反而真的被吓出毛病来。我见过有人查出一个小问题就茶饭不思，恨不得一天量10次血压，结果越量越高，最后真的成了高血压。这其实是心神先乱了病才随之而来的。你要相信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，保持合理饮食，适度运动，心情舒畅，大部分指标自然会慢慢趋于平稳。养生养的是豁达，养的是从容，不是让你整天跟数字较劲，把那张体检单收一收，把注意力放到感受生活的美好上，你的身体反而会给你惊喜。避开了这5件事，你还要主动做好3件养生的事。这3件事总结起来就是养心安神，接地气，顺自然。第1件，养心安神，守护内心的安宁。心是君主之官，心神一安定，全身的气血才会顺畅。怎么养心呢？就是坚决远离一切让你心烦意乱的人和事，把前面讲的那4种人坚定地请出你的生活。每天给自己留一段独处的时间，可以静坐，可以听一段舒缓的音乐，可以看几页闲书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闭目养神，让你的心神像一杯浑浊的水那样慢慢沉淀变清。你要明白，晚年真正的享受不是热闹，
而是内心的宁静。当你不再被外界牵着走，不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，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踏实，睡觉也香，吃饭也香，脸色都会跟着变好。第二件接地气，融入寻常生活。退休不是让你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而是让你重新回到人间烟火里去，多去菜市场走走，跟卖菜的摊主聊聊今天什么菜新鲜，买几根葱2头蒜，跟邻居聊聊天气，帮小区里腿脚不便的老人顺手带点东西，不要总是端着，放下所有身份，你就只是一个乐呵呵的普通老人家。这种接地气的生活会给你带来安稳踏实的气场，让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你帮了别人，别人真心谢你一句，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补品都养人。你脚下沾着泥土，手上沾着葱味儿，心里却亮堂堂的，这才是最好的养生。第三件，顺自然，接纳一切无常。60岁以后要彻底接受一个事实，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掌控的，子女的事少管，老天爷的事别急，自己的事顺着来，身体有点小毛病是正常的。就像车子开了几十年，总有点磨损，该保养保养，该修理修理，但别整天愁眉苦脸，自己吓自己。天气有阴晴，日子有顺逆，都去接纳它。你越对抗就越累，越顺应就越轻松，就像水一样，遇到石头就绕过去，照样流向大海。当你学会了顺其自然，你的脸上就会多出许多从容，你的气场就会变得柔和又强大。你觉得日子就这么过，没想到越过越舒坦。这3件事你坚持去做，不用花什么钱，却能养出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精气神。把消耗你的人请走，把扰乱你的事放下，把养心的习惯建立起来，你的晚年一定会活得通透，活得健康，活得有滋有味。你今天听到的这些话，如果觉得有用，请点一个关注，也分享给你身边在乎的人，大家一起把晚年的路走顺，把晚年的福气守住。你愿意分享你的改变，你的福气就会加倍。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继续跟你聊更多让生活变得通透的智慧。记住，管好身边的人，过好眼前的日子，你一定会越活越精彩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你身心安宁，福气自来。